我是一只名叫贝贝的狗，我的主人叫做小明。我是一只柴犬，每天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，我静静地躺在阳光下晒太阳。突然，我感觉到自己的思绪有些不对劲。我抬起我的狗头，看住身边的人们，心中涌现出一个疯狂的想法：我要来生还当狗。你或许会问，为什么一个已经是狗的生物还要再次当狗呢？我只能说，人类的生活太复杂，而当狗生活才是真正的简单快乐。带你们来看看我的一天。这天，阳光明媚，我与我的主人小明一起出门逛街。我摇着尾巴，假装自己是一只乖巧的宠物狗，跟住主人走住。突然，我的眼睛瞄到了一根闪闪发光的骨头，就像一颗宝石在垃圾堆里闪耀着光芒。我的狗本能瞬间爆发了，我毫不犹豫地抛开了小明，朝着那根美味的骨头飞奔而去，像一枚火箭一样快速前进。我感觉到了无比的兴奋和幸福，因为在那一刻，所有的一切都只有那块骨头最重要。就在我即将抓到那根美味的骨头时，突然一个声音传来：贝贝，你在做什么？回来！是小明的声音。我转过头，看到小明站在那儿，脸色严肃地看着我。我急忙停下来，看住他，嘴里还流着口水。小明走过来，把我带到一棵树旁，把我绑在了树上，然后用严厉的口气对我说：贝贝，你知道这是不对的吗？我们不能乱跑，更不能乱吃东西，要乖乖地跟住我，知道吗？我低下了头，尾巴垂头丧气地摆动住，像一个被罚站的孩子一样。我还有很多要学的，我需要更加乖巧，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宠物狗。小明见我这样，也没有生气了，他蹲下来，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，说：贝贝，好了，我不生气了，我们继续一起散步，好吗？汪！我摇了摇尾巴，眼睛里闪着感激和爱意，因为我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小明都会陪在我身边，照顾我，爱护我，因为我是他最心爱的宠物，而他是我最心爱的主人。散完步后，我贝贝决定要发挥一下自己的运动天赋，成为一只体育狗。我便自己来到了一个公园，准备和其他狗一起玩球，展现我的球技。我兴奋地在公园里四处奔跑，寻找着可以参加的球赛。终于，我看到了一群狗狗正在一起玩球，我立刻加入了他们的行列。球被扔了出来，我迅速地冲向它，准备接住它，展现我的运动天赋。然而，就在我试图接住球的一瞬间，我不小心撞倒了一个路人，他手里拿着一个冰淇淋，结果整个人都摔了倒，冰淇淋也掉到了地上。路人生气地对住我大吼道：你这个笨狗，你不知道看路吗？他用手指住我，脸上满是愤怒和委屈。我听到这句话，心里真是伤心啊。虽然我只是想展现一下自己的运动才能，却不小心弄到了别人的冰淇淋。我委屈巴巴地看住他，一脸无辜的样子。他见我如此可怜，便勉强原谅我了。但我因此感到非常受伤，决定放弃做一只体育狗的梦想，转而做一只宅狗。我离开了球场，孤单地坐在一个草坪上，低着头，对住自己的尾巴摇了起来。突然，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贝贝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呢？我抬起头，看到了小明站在我面前，他脸上挂住担心的表情。我摇摇尾巴，用眼神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小明弯下腰，摸摸我的头，温柔地说：别难过了，贝贝，有时候我们会犯错，但重要的是要学会从错误中成长，不要放弃你的梦想，只要努力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听了小明的话，心里温暖了许多。或许我犯了错，但我可以学会改进，努力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我决定不再气馁，重新振作起来，展开我全新的狗生。阳光依旧明媚，我贝贝打算成为街头淘气包，寻找一些好吃的东西。我暗地里跟住一辆有名的垃圾车，期待住在他停下来清理垃圾时偷偷溜进去。我悄悄地靠近垃圾车，计划一旦有机会就飞快地溜进去寻找美食。就在我即将迈出勇敢的一步时，一个工人突然从垃圾车里伸出头来，看到了我，惊呼一声：啊，有狗！接着，他惊慌之下朝我踢了一脚，我直接飞了出去，像一个流星一样坠落在地上。我一下子被吓傻了，坐在地上呆呆地看住那个工人，他紧张地四处张望，生怕我还有同伴。看住他的样子，我心里偷笑，想着这下他可算是发现了一个大危险，一只贪吃的小狗。主人小明走了过来，看到我坐在地上，笑了笑说：贝贝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想做个街头淘气包，却被人家赶出来了。他弯下腰，摸摸我的头，又好气又好笑地说：你这小家伙，以后可不能再随便跟住垃圾车乱跑了，知道吗？
我摇着尾巴，眼睛里充满了无辜和歉意。我知道小明是在担心我，但我也无法抗拒美食的诱惑啊。我对住小明摇了摇头，表示我知道了。毕竟，虽然这次没有吃到好吃的，但这段经历却是让我刻骨铭心的。小明把我抚摸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好了，快回家吧，我来给你弄点好吃的。”听到好吃的，我立刻精神百倍，变成一只快乐的小狗，跳着跟在小明后面，回家去享受美食的时光。就这样，虽然这一天我没有吃到任何东西，但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：不要随便跟住垃圾车。而且，最重要的是，我知道了小明永远都会在我身边，关心着我，保护着我。这份爱与温暖是任何美食都无法取代的。某天清晨，小明早早地出门去上班了。看住窗外阳光明媚，贝贝心生一计。今天主人不在家，我要出门冒险一番。于是，贝贝决定展开一场刺激的冒险之旅。贝贝一蹦一跳地走出了家门，立刻感受到了自由的美好。他的目标是小区附近那家充满传奇的宠物店，但在抵达之前，他先遇到了一个大问题——猫咪。就在街角，贝贝遇到了一只自大傲慢的猫咪，名叫喵喵。这只猫咪自认为自己是小区的霸主，不容许其他宠物在它的地盘活动。当贝贝走过时，喵喵立刻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表情，堵住了贝贝的去路。嘿，你这个不速之客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你不许过！喵喵一边摆动着尾巴，一边挑衅地对贝贝说道。贝贝可不是好惹的，他立刻挺起胸膛，摇摆住尾巴，回答说：“哈，你以为我会怕了你？我可是小区的名人，超级巨星贝贝，你不要来惹我，不然我可要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。”两个小家伙面对面瞪着对方，气氛紧张的仿佛随时会爆发战争。但就在这时，一个老太太突然出现，用温柔的声音喊道：“喵喵，贝贝，别吵架了，都是好孩子。”她弯下腰，抚摸着他们的头，一个手抱起喵喵，另一个手抱起贝贝，准备带回家。贝贝和喵喵彼此瞪了一眼，然后同时摇摆住尾巴，表示自己没有在吵架。他们心里却在想着，这下子难办了，怎么被老太太带回家了？看来我们得另寻他法解决这场战争。回到老太太的家，贝贝和喵喵被安置在一个舒适的小房间里。然而，他们两个却不甘心就这样罢手，于是偷偷商量了一番，决定要在这里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斗争。喵喵，你听着，我们得想个办法，搞不好我们可以合作一下，一起攻占这个老太太的领土。贝贝用狗语对喵喵说道。哼，我才不会和你合作呢。不过，既然我们都想要成为这个家的霸主，那就让我们来一场抢地盘的比赛吧。喵喵用猫语冷冷地回答。于是，贝贝和喵喵纷纷想出了各种花样百出的计策，试图打败对方，成为老太太家里的霸主。他们不停地进行着突袭、反突袭，时而试图占据客厅，时而试图占据厨房，彼此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。贝贝，你们狗狗可别太得意了，我们猫族可不是好惹的。喵喵咬着嘴里的鱼干，不屑地对贝贝说道：“哈哈，喵喵，你这只臭猫，怎么不乖乖的让我们狗狗当家呢？”贝贝摇摆住尾巴，戏谑地回答。两个小家伙的对话充满了调侃和嬉笑。他们虽然在进行着激烈的争夺，却也不忘记享受着这场竞争带来的乐趣。最后，老太太回到家，看到贝贝和喵喵在一起玩耍，笑了笑，心里暗自感叹，这两个小东西又在这里搞鬼了。她把两个小家伙抱在怀里，表示自己最爱的就是这两个调皮的小东西。贝贝和喵喵虽然在争夺地盘的霸权上永远难分胜负，但他们之间亦敌亦友的关系也永远不会消失，一直伴随着他们度过每一天的生活。某天，我看着电视里光鲜亮丽的各种狗狗，它们穿着最流行的服饰，吃着最高级的食物，让我羡慕极了。于是我下定决心走上狗模特的道路，参加了一个宠物时尚秀。这场宠物时尚秀是当地最盛大的活动之一，吸引了无数的观众和媒体的关注。当我穿着一身华丽的服装，走上 T 形台的时候，观众们都发出了惊叹声。我端住小步，摆动着尾巴，展现出我最迷人的一面。我的模样被各大媒体拍摄下来，成为了当天的焦点。走完 T 形台，我成了狗界的超级巨星，每天都有无数的粉丝追捧我，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疯狂转发我的照片和视频。我的社交媒体账号迅速增长，成千上万的粉丝纷纷向我表示喜爱和支持。我在宠物时尚界的地位一日千里，成为了众多狗模特中的佼佼者。我参加了各种时尚活动和广告拍摄，
成为了众多品牌的代言狗。我的形象被印在各种商品上，从服装到玩具，无所不有。每天我都被安排参加各种活动和表演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我享受着成为狗界名人的生活，每天都充满了新奇和刺激，身边堆了好多高级罐罐。就在我沉浸在这无尽的喜悦中时，突然整个世界剧烈晃动，哈啾！随着一声喷嚏声，我猛然惊醒，原来一切都是一场梦啊！一只温暖熟悉的手放到我的头顶，并摸了摸。小明关切地问：“怎么打喷嚏了，贝贝？会冷吗？”虽然明狗的生活很爽，但跟小明待在一起的平凡日子果然才是最开心的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